这一块。那这边蛮 tricky 的啦，大家会觉得有时候不了解它里面的这些 mechanism， 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什么叫做 endpoint 哈？那这边就是有关于 create 一个 endpoint for S3，那这边主要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很自然而然，我就把这个资料从 S3 要把它搬到另外一个 RDS， 这个觉得很自然而然。可是大家要想象，就是说你的 S3 事实上是一个分散式的储存系统，它是在云端，它跨了很多的一个地方。那事实上，我们这一台机器呢是被锁定在一个 VPC 里面，Virtual Private Cloud 里面，那我们这边其实把它放在 Public Subnet， 那我那时候有解释过了，其实这样是蛮危险的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为了方便讨论在这个摩克斯里面，事实上它应该是要放在 Private Subnet 你要连进来，其实上是应该用 Public， 然后再经过 Public 再进来Private， 所以这样子是为了我们这个客人的方便讨论那事实上这样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式那未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实际上你的 database 不应该是放在 Public Subnet， 应该放在 Private。 好，那这边为什么要产生这个所谓的 storage 就是 gateway 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这一台机器要看出去，我怎么会知道 S3 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一个分散式的储存系统，我根本不知道散在哪里，它不是说有一个单一的窗口。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在 S3 呢这个地方去 create 一个它的端点未来我们要连接 S3， 那我们在这个 VPC 里面，我就知道说我连出去是要连到哪里因为在每个区段网域里面，它都有一个叫做 route table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找这一个资料呢所以这是它 tricky 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在 S3 在这个系统里面建立一个 endpoint， 让未来我们要连接的时候知道那个窗口是要连到哪里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进去看关于 route， 不是说 S3 是在哪里呢？事实上这是一个很虚无渺茫的一个 item， 所以它必须在里面先 create 一个 endpoint 出来，那我们才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连接 S3 的时候是在哪个地方可以做这个连接。好，那这边 S3 的 endpoint 事实上在 VPC 里面所以你只要到这个 VPC 里面，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到 VPC， 你这边就可以找到一个叫 endpoint 这个地方。那这边我就跳到那个操控的画面解释给各位看一下。所以你如果要到 VPC 的话，那你可以在这边打个 VPC Virtual Private Cloud。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一般的网络基础概论就是有关于大学如果有修到网络的基础概论，其实来这边做实习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实习很少网管可以让你动到这个网段的，那这边就很 free 你可以来做这个网况的操控。那这边当然有一些什么 VPC Subnet 啦那因为不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还有 route table， 那我们只要看到下面它有一个很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endpoint 这个地方所以它在 Virtual Private Cloud 有一个叫 endpoint 这个位置那当然这边我已经把它产生出一个 endpoint 出来了啦，这是我先前做的那这边就是先前做的 endpoint， 然后它会 create 一个 route table 对应就是把它的那个 route 你是哪一个做出去。好，那我们就示范一下怎样 create 一个这个 endpoint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跟各位示范一下那这个只是为什么要针对 VPC 里面，因为它是为了你这里面不好意思因为它是为了你里面的这一个 instance 它对出去到底 S3 在哪里，所以它必须要知道要连到哪里才可以连到，所以这一个是为了连出去可以让我们连到的，所以你要知道它怎么样连所以这个 endpoint 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好，那简单的来讲，我们就从这个 create 的一个 endpoint， 所以你基本上要给它一个名字你要给它一个名字。那我通常我的习惯是就是说会用这个 endpoint 然后 S3那我可能再加上今天的今天是11月1号。好，那我就把这一个
endpoint 取个名字，它有大小写吗？我不晓得。好，等一下再来看。好，那这边它的 service 呢有好几种啦哈。那我们就是一般的 AWS， 因为这个 endpoint 是为了等一下 RDS 要来做存取的。那当然，这种 endpoint 有时候会对外啦、private link 啦，还是有那一些额外的 endpoint， 它有一些特殊的规格。那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哦。那再来的这一边的，你做这个 endpoint 哦，是要对哪一个做 service 呢？哦，那这边 service 我们就把它打给 S3， 因为我们这 endpoint 是专门用作 S3 的 service 的哦，所以你可以做个简单的一个search哈，它的 service。那这一边，那你这个 S3 打进来，事实上我们要做的是这一个有关于 S3。那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 Gateway， 然后有一个叫 Interface 哦。那这边的差别是有的是专门做存取，那有的是未来专门准备就 RESTful API 在用的。所以这边可能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哦。你的 S3 事实上这边有很多种 type 哈，什么 Global Access Point， 那这是为了全球化用的啦。然后还有 Outpost， 那这个是为了地端哈，就是地端用的。那我们用的这两个，事实上我们用的是这个叫 Gateway 这一个哦。那跟各位，所以你要选的是选这一个哦，就是有关于 Gateway 的。好，那再来你产生这个 Endpoint， 你要放在哪个 VPC 哦？那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一个，你就选 Default 的这一个。那这个 VPC 事实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网段哦。你可能不是只有在维吉尼亚州，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有自己的 Virtual Private Cloud， 所以每个 region 有自己的它的 Virtual Private Cloud 哦。你可能在美东一个、美西一个，还是在澳洲、新加坡都有自己的那个Virtual Private Cloud， 你要自己去 control。所以你的这一个 endpoint 是放在哪里哦？就是说你这边。再跟各位确认一下，就是说你的这一个 endpoint 是要放在哪个 VPC 里面哦？它会根据你的 region 有关哦。你可能如果说好几个 VPC， 那你的 endpoint 是放在哪里哦？就是这个 endpoint 是 depends on 你的 VPC 哦。所以我希望我这样的介绍会让大家更明白你的做的这个角色是在哪里哦。那这边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记得要勾这个 route table 哈。那我前面在带班上的时候忘记讲这一块哦，这个没有勾，它就没有把它放进来哦，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它才会把你这个 endpoint 放在这个 route table 里面哦。那下面大概是不用怎么动，你就可以 create 那个 endpoint 出来哇。route table have a route is the destination。好，那这边我去 check 一下，我们可能是哪一边。我漏掉了哈，好，我名字取重复了吗？哦，抱歉，这边会出错，是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一个 endpoint 了，就是说它同样的这个我在我这个范例里面，因为我已经有产生的这个 endpoint 了，就是说它不能同样一个 S3 有两个 endpoint， 它就是会绕错，所以在我的范例是因为我刚刚会做错，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哦，所以我又重复产生，它会搞不清楚，所以。应该是你们不会遇到这个困难的哈，所以这一边你们如果正常的这样做下去，应该是就会有一个，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个
endpoint ID 哦，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endpoint ID， 那对应到我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有个 endpoint ID 哦，那你可以在这个 ID 看到这一个哦，那你也看到 route table ID 哦，就是你这个 table 是对到哪一个。那你如果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route function 哈，这个是牵涉到所以计算机网络概论，如果在大学。这算大概是大1、大2的时候会有一个计算机基础概论，所以这边像这个172就是它的 VCP 哦，所以你在这个私有网络，而且是 local 哦，就是我们自己内网里面的。那你如果遇到这个0000的哦，那这个就是对外的，它就会传到一个叫 Internet Gateway 哦，这超出我们的范围。不过你就把它想说，它如果要往外走，都是经过这个 Gateway。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见的哈，就是 S3 的一个 route 哦，所以当我要去连到 S3， 它就有一个这个出来，然后我就知道往这一边送哦，所以它把刚刚我们对 S3 到底要去哪里做的那个，实际上在 TCP/IP 里面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的层次，我们到底往哪一边，它就用这个哦把它解决掉了哦，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如果说没有资讯的基础的哈，那这一块其实是对你们可能会有一点 bottleneck。那不过如果说你有一点电脑基础，可以借由这个哦，你就会有更深一层的网络的一个基础概念。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如果网管的课，其实来这边练习也是蛮不错的哦。所以这一边就是让我们产生出了这个 S3 的一个哦，那你可以用这个check 我刚刚讲的这一些东西。那后面是有关于 RDS 啊，那我是觉得 RDS 已经在我里面没有什么需要产生 RDS， 不过我后面就是也把它玩一玩，也把它这样做一个 RDS 的 endpoint， 那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其他的用途，我只是好玩就把它做了一个哦。那上面呢就是我们有关于第4步在 VCC 里面哦做了一个 endpoint 出来。